你敢信吗？一台起初被低估的日本豪华车品牌的车，竟然敢挑战奔驰、宝马，不止挑战，还一路杀到顶级豪车市场，是全球最赚钱的丰田旗下品牌之一。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Lexus 的崛起之路。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说起，那时的日本车已经靠着省油、耐用、便宜，杀遍全球中低端市场。但是没人把日本车当豪华车看。你说丰田、本田、日产，省油是省油，但开出去没面子。你总不能穿西装打领带，结果下车开的是个 Corolla 吧？而另一边欧美市场的高端车全是老牌选手，奔驰式地位，宝马式操控，凯迪拉克则代表美式豪华。所以丰田内部一直有个未解之谜，我们技术这么强，为什么豪车市场我们完全没份？你敢信吗？当时的丰田虽然在北美市场做到了销量第一，但品牌形象却始终停留在廉价实用。一份内部的美国市场调查报告深深刺痛了丰田董事长丰田英二，上面赫然写着丰田车是那些买不起奔驰的人才开的，这句话让他下定决心要为日本汽车工业争一口气。1983年，丰田董事长丰田英二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造出一辆超越奔驰的车？实际上，丰田创立 Lexus 的战略不仅仅针对美国市场，更多是为了应对德国豪华车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快速扩张，这彰显了丰田集团的野心和决心。注意，这不是对标，不是模仿，而是要超越。接着他宣布启动一个秘密计划，代号叫 F1， 不是赛车的 F1， 是 Flagship One， 意思是丰田的旗舰第一车。这个项目后来花了6年时间，花了超过10亿美元，动员了超过1400名工程师，目标只有一个，做出一台豪华车，能让美国人愿意放弃奔驰、宝马，改开日本车。你以为他们只是夹个皮，装个大电视就叫豪华？丰田不这么看。为了达到极致的经营体验，工程师们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讲究。他们不仅用极其细致的方法来检测车辆在高速行驶时产生的各种异响，甚至会仔细分析车门缝隙和底盘螺丝可能发出的微弱声音。有时他们会使用类似声学地图的专业技术工具来捕捉和定位这些细微噪声，确保一一予以解决。甚至连关车门声也要经过反复调试，做到既有质感又让人感觉安心。这种近乎偏执的细节打磨体现了 Lexus 工程师对产品品质的极致追求。他们找来美国消费者做深入访谈，搞懂美国人心中到底什么叫豪华。举个例子，有顾客说，我喜欢引擎启动要安静，要丝滑，不要吵。丰田工程师听了之后，重新设计引擎支架，优化进气声浪，连排气系统都重新做。然后他们跑去买了 S 级7系雷鸟凯迪拉克，全拆来研究。有一次，工程师发现测试车辆在高速上噪音太大，怎么调整都没用。最后他们居然把后视镜换个角度装，风噪就降下来了。除了静音， Lexus 对内饰材料的选择、缝线工艺的细腻，以及驾驶座舱的人机工程学设计也极其讲究。每一块皮革的触感，每一道缝线的精致，都体现出对豪华体验的深刻理解和极致追求。这些细节与极致静音技术一起，塑造了 Lexus 无声而奢华的品牌气质。到了1989年， F1 计划终于结案，丰田宣布推出一个全新品牌 Lexus， 品牌名是他们从2000多个备选名字里选出来的，最后选了 Lexus。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 luxury 豪华和 elegance 优雅的结合，既有高端感，也更容易被记住。第一款车叫 LS400， 一上台就震惊全场。这台车是怎么震惊的呢？你想想看，隔壁奔驰 S-Class 当年起价是6万多美元，结果 LS400 只卖3万多美元，配备却完全不输，甚至很多地方还更好，隔音更好，油耗更低，加速更快，保修更长。你说奔驰车主看了会不会崩溃？德国人瞬间惊呼，等等，这日本车怎么比我们自己的车还高档？而 Lexus 的广告也很敢拍，在 LS400 上市前，雷克萨斯做了很多广告，但效果平平。他们意识到仅仅告诉消费者这辆车很棒是不够的，他们需要一个视觉锤，一个能让人一眼就记住并信服的画面。
他们拍了一支经典广告，把一台 LS400放在滚筒上高速行驶，车头摆了一排香槟塔，车子在转香槟塔，纹丝不动，你就知道这车有多稳有多劲。结果一上市就爆卖，不到2年 Lexus 就超车奔驰和宝马，成为美国最畅销的豪华品牌。你以为只是便宜吗？ Lexus 真正打中的是那种无声的高贵，不像欧洲车那么张扬，但处处体现细节，不像美国车那么豪放，但就是让人信赖。而且他们的服务也直接把其他车厂拉到一个新高度。比如说你买 Lexus 回原厂保养，他们会免费接送你上下班，还帮你洗车。但雷克萨斯的服务远不止这些，它的核心源于日本的 Omotenashi 文化，这是一种无微不至、超乎预期的待客之道。举个例子，部分发达市场，如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的 Lexus 经销商，如果车辆需要召回，他们会直接上门取车，并留下一辆全新的代步车，而不是让你自己跑一趟 4S 店。当车辆维修完成后，他们会将车内彻底清洁，甚至会在仪表盘上放一张手写的感谢卡。这种把你当家人一样照顾的服务理念，让许多消费者从买车变成了享受服务，从而产生了极高的品牌忠诚度。这种服务哲学不仅是技术流程，更深植于日本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贯穿于设计、制造以至售后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竞争壁垒，让 Lexus 的服务体验远超普通豪华品牌。有些人甚至不是因为车好才买 Lexus， 是因为服务太爽。此外， Lexus 的品牌影响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车主间的真实口碑和社群文化。很多车主赞誉其稳定性、低维护成本和贴心的用车体验，大家通过社交圈和车友会自发传播，形成了一个忠实且活跃的用户社区，这远远超出了普通广告的影响力。当然啦，也不是没有挑战。Lexus 刚出道时，也有人说他们没有历史底蕴，没有驾驶灵魂，不够性感。但 Lexus 并不急着反击，而是用一种非常日本式的方式回应：我不吵架，我把产品继续做到更好就行。之后他们陆续推出了 ESG、SRX 等热销系列，一边稳定的拓展产品线，一边不断打磨品牌调性。而 RX 这个中型 SUV 还开创了豪华跨界 SUV 这个全新品类，它将轿车的舒适性和 SUV 的实用性完美结合，后来才有了宝马 X5、奔驰 ML 这些竞品。除了 RX， Lexus 也持续在 SUV 和电气化领域创新，推出了如 UX 这样的年轻化紧凑型 SUV， 以及多款混动和即将面世的纯电车型。这样的产品布局不仅扩展了品牌阵容，也为未来的电动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讲到这里，其实你已经能看出 Lexus 的核心策略了。我不跟你硬碰硬，但我要做到你没想到的，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好的。而且 Lexus 不光是在打豪车市场，他们其实还间接带动了整个日本汽车工业从工具车往生活品味转型，这才是 Lexus 最大的意义。它不仅证明了日本人可以做出豪华车，还让世界重新定义了什么叫豪华。但你可能会问，那之后呢？ Lexus 真的稳坐王位了吗？答案是没那么简单。 Lexus 虽然在美国一路高歌猛进，但这只是战场的一半，真正的全球豪车之王还要看你能不能赢下中国和欧洲，而这两个地方恰恰就是 Lexus 最头痛的地方。我们先讲中国，你知道现在中国的马路上到处是奔驰、宝马、奥迪， Lexus 呢有但不多，为什么？明明它在美国是口碑王，在中国却变成存在感稀薄。原因其实跟2个字有关，国产。奔驰、宝马、奥迪早在2000年代就开始合资国产，价格迅速下探。宝马5系、奥迪 A61 国产价格立马打7折起跳，还享受政策优惠。而 Lexus 为了严格把控品质，坚持全进口，不走合资国产路线，这就导致售价始终偏高，优惠也很少。这就导致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消费者一看，同样价位宝马都已经落地提车了，而 Lexus 还得加价排队，自然会犹豫。更严重的是，中国人买豪车不只为了性能，很多时候是为了面子。在很多中国消费者眼中，奔驰、宝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社交货币，代表着你的圈子和地位。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在饭局上，要匙串上挂着一个宝马或奔驰的车标，能迅速获得他人的关注和尊重。而雷克萨斯虽然车很好，但它低调的外观需要懂行的人才能识别。这种懂的人自然懂得文化，在一些注重外显示成功的社会环境中，确实会处于劣势。当年 Lexus 的设计比较保守，尤其 ES 系列曾被不少人认为偏向成熟稳重，甚至被戏称为中年人的首选。相比之下，奔驰的星辉大标，宝马的双肾鼻孔，视觉冲击力强，回头率高，年轻人更容易买单。但 Lexus 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而且他们也尝试改变。2010年后 ，Lexus 开始全面年轻化设计，推出了标志性的纺锤形前脸，还找来很多潮流设计师合作，打造新一代 LXNX-UX， 甚至推出性能怪兽 LFA。对，就是那台售价超过1000万日元 V10 引擎的 LFA， 光是排气声浪就能让不少超跑爱好者惊叹不已。这种设计和产品路线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背后是日本严谨的企业文化和深思熟虑的市场策略。Lexus 在稳妥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逐步试水满足多元化消费者需求的年轻化和性能化路线。但问题来了， LFA 虽然帅，但产量太少，价格太高，很多人把它当收藏品而不是买菜车。而 ES-iX 这些主力车型虽然设计变得更锋利，但 Lexus 的策略依旧偏保守，宁愿卖得慢也不降价，宁愿低调也不打广告。这种日式美学在美国人眼中是优雅，在中国人眼中可能就变成低调到看不见。而在欧洲市场， Lexus 的挑战更大。你想想，一个德国人走进展厅，左边是奔驰，右边是宝马，中间还有奥迪。你拿一台 Lexus 跟他说，这是日本造的豪车，安静耐用省油，他十有八九会说，谢谢，我的奔驰已经开了3代。在欧洲，豪华车除了产品，还要讲血统，讲历史，甚至讲情怀。你 Lexus 说你比奔驰安静，比宝马耐用，那又怎么样？我就是喜欢德国味。所以 Lexus 一直到今天在欧洲的市占率依然很低，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招，他们转向了新能源。在别人还在为油车做涡轮增压的时候， Lexus 早就推了混合动力。他们从2005年就开始大规模推广 Hybrid 技术， ES300H、RX450H、NX350H 都是口碑超高的精英战士。特别是在美国加州这种环保主义者的天堂， Lexus 混动车成了标配，省油安静，没电车焦虑又不失豪华感。更厉害的是，他们在电气化这条路上非常务实，不急着上纯电，而是一步步打磨混动系统。但这几年眼看特斯拉都飞起来了，连奔驰都上 EQ 系列了， Lexus 终于也坐不住了。2022年 Lexus 宣布全面转型，目标是在2035年前全球市场全面电动化。他们推出了全新电动车 RZ 系列，还打造专属电动车平台，甚至还打算开发虚拟换挡系统，让你开电车也能体验手排换挡的乐趣。不过这场电动车大战他们能不能逆袭，还得看接下来的表现。说到底， Lexus 的成功从来不靠炒作，也不靠情怀，而是靠着一种沉默的坚持。他没有像特斯拉那样大张旗鼓炒话题，也不像德国豪华车那样强调性能与历史，而是一直在默默打磨品质、服务和细节。你可能不知道， Lexus 至今都是全球故障率最低的豪车品牌之一，甚至很多人都说开 Lexus 最大的问题是太安静、太省心、太无聊。你想想，这是不是一种很高级的无聊？在如今这个快节奏追求一夜爆红的时代， Lexus 像是一个异类。这种慢看似落后，但却为他赢得了最宝贵的资产——信任。这种信任不是靠营销广告建立的，而是靠每一辆车、每一次服务、每一个细节积累起来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故事，更是一种对待人生、对待事业的哲学。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Lexus 崛起的关键是什么？第一，它不是在奔驰、宝马的游戏规则里比拼，而是另起一套玩法。第二，它深刻理解目标市场，把美国人的豪华需求做到了极致。第三，它坚持品质、服务和技术，不急着扩张，也不随便妥协。当然，这种慢节奏也让它在中国和欧洲吃了一些亏，但
但就像他们自己说的， Lexus 不是要赢得一时热度，而是要赢得长期信任。也许这不是你最炫目的车，但很可能是你开得最久最安心的那台车。所以说 Lexus 可能不是击败奔驰的人，但它是那个逼奔驰变得更好的对手。你说这样的奔驰杀手是不是更值得尊敬？好啦，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见。